小叔子又来了，直奔车钥匙。3年，我的车就是他免费的司机和代步工具。我忍无可忍，终于做出了极端决定，我直接把车卖了，换了辆电动车。1周后，他照例上门。嫂子，我的车呢？我平静地看着他，养车成本高，我已经低碳出行了。他脸色铁青，彻底呆住。这场家庭闹剧才刚刚开始。清晨5点半，天光还是一片混沌的灰蓝色，窗外只有环卫工扫地的沙沙声和偶尔驶过车辆的空洞回响。我叫付清溪，32岁，在这个大城市里，拥有一个看似圆满的家庭，一个丈夫，一个6岁的女儿，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还有一辆不属于我的车。嗡嗡，枕边的手机以一种撕裂清晨寂静的蛮横姿态执着地震动起来，屏幕上跳跃的名字是顾哲，我的小叔子。我闭着眼，都能想象出他此刻的语气。我划开接听，没有出声。嫂子，醒了吧？快点啊！我约了朋友去钓鱼，7点在城郊的水库碰头，你现在下来送我过去。理所当然，不带一丝一毫的商量或请求，仿佛他才是发号施令的主人，而我只是一个随时待命的司机。我睁开眼，盯着天花板上那片模糊的光影，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浸满冰水的棉花。3年来，每一天都是这样开始的。知道了，我吐出3个字，声音沙哑的像磨损的砂纸。搞快点啊，别磨磨蹭蹭的。电话被啪的一声挂断，留下忙音在我耳边尖叫。身边的丈夫顾言翻了个身，将被子往上拉了拉，嘴里嘟囔了一句梦话，对这一切充耳不闻。3年来，他一直如此，睡得像一头无知无觉的猪，一股深不见底的失望和无力感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我坐起身，赤脚踩在冰凉的地板上，身体的寒意瞬间传遍4肢百骸。换衣服，洗漱，没有时间看眼镜中自己那张写满疲惫的脸。乐乐的早餐必须在6点半之前准备好，牛奶、煎蛋、几片吐司。我像一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精准地完成每一个步骤。走到玄关，拿起车钥匙的那一刻，我看着那串冰冷的金属，手指不由自主地收紧，指节因为用力而泛出青白色。这辆车是我婚前的个人财产，是我用自己多年的积蓄买下的。可现在，它成了顾哲的专属座驾。通勤、约会、跟朋友出去鬼混，甚至半夜去网吧打游戏，只要他一个电话，我就得像个孙子一样随叫随到。油是我加的，保养是我做的，罚单是我交的，保险是我买的，而他只负责开口。我驱车下楼，顾哲已经等在单元门口，一脸不耐烦。他拉开车门，一屁股陷进副驾驶，身上还带着昨夜未散的酒气和烟味。怎么这么慢？女人就是墨迹。他抱怨着，自顾自地打开音乐，震耳欲聋的重金属瞬间充满了整个车厢。我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启动了车子。后视镜里，我们居住的小区越来越远，那些温暖的灯火没有一盏是为我而亮的。路上，顾哲翘着2郎腿，在后座上要么大声打电话吹牛，要么指挥我，嫂子，开快点，要迟到了。哎，你并线会不会啊？笨死了。我紧紧握着方向盘，手背上的青筋一根根暴起，脑子里那根名为理智的弦，在嘈杂的音乐和他的聒噪中被一寸寸拉紧，濒临断裂。我甚至错过了女儿幼儿园家长群里老师发的通知，关于今天下午有个重要的亲子活动，等我把她送到那个鸟不拉屎的水库，再掉头往回赶。早高峰的车流已经像凝固的沥青，将我死死困在路上。手机再次响起，是顾言。清晰，你怎么还没回来？乐乐上学要迟到了。他的语气带着一丝责备。我送你弟去了。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哎，你怎么又？他叹了口气。行了行了，我打车送他去吧。你今天不是有个重要会议吗？别迟到了。看似体贴的话语，却像一把钝刀，在我心上来回切割。他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知道我每天的疲惫，知道他弟弟的无赖，但他只会说，算了，都是一家人，别计一计较。因为他是我丈夫，所以我被他的亲弟弟无休止的压榨，就是理所当然的。等我赶到公司，还是迟到了15分钟。领导锐利的目光在我身上扫过，最后落在我布满红血丝的眼睛上，什么也没说，
只是摇了摇头。那一整天，我都像游魂，坐在会议室里 ，PPT 上的字一个个从我眼前飘过，却进不了脑子。同事们热烈讨论的声音，听起来遥远又模糊。我满脑子都是女儿失望的小脸，领导摇头的样子，顾言那句轻飘飘的“算了”，和顾哲那张不可一世的脸，委屈、愤怒、绝望，所有的情绪在我胸口冲撞、翻滚，最后积压成一块沉甸甸的巨石，压得我喘不过气。凭什么？这到底凭什么？下班时，我坐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看着窗外华灯初上，手机屏幕亮起，又是顾哲。嫂子，完事儿了没？来水库接我，顺便带2条烟。中华。那一刻，我笑了，眼泪却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我默默地看着那条信息，没有回复，心中那个算了的声音，第一次被另一个更响亮、更决绝的声音彻底压了下去。够了，真的够了。那一晚，我没有去接顾哲，我关掉手机，开着车，漫无目的地在城市里游荡。高架桥上，车流如织，每一扇车窗里，或许都有一个和我一样疲惫的灵魂，但他们至少拥有方向盘的自由，而我的方向盘却被另一个人牢牢攥在手里。我回到家时，已经快11点了。客厅里灯火通明，顾言坐在沙发上，脸色阴沉，婆婆也在，她那张刻薄的脸上写满了兴师问罪。傅清溪，你长本事啦！电话不接，小哲一个人在郊区冻了3个小时，你安的什么心？婆婆的声音尖利的能刺穿耳膜。我换下鞋，没有看他们，径直走向厨房，倒了杯水。你没长耳朵吗？我跟你说话呢。我喝了口水，温热的液体流过喉咙，却暖不了冰冷的心。妈，我今天很累。你累？谁不累？小哲还是个孩子，你当嫂子的，照顾一下弟弟怎么了？你这心肠也太狠了。一个28岁的成年巨婴，在60岁的母亲眼里，永远是个孩子。我看向顾言，希望他能说句公道话，他却避开了我的目光，低声劝道：清溪，你今天确实不对，怎么能把他一个人扔在那儿呢？我的心一瞬间沉到了谷底。我看着他，这个我曾经以为可以托付一生的男人，突然觉得无比陌生。顾言，乐乐今天幼儿园的亲子活动，我错过了。我知道，但是我今天上班迟到，被领导批评了。清溪，这3年来，我为他付出的邮费、保养费、罚单，加起来有多少钱？你算过吗？我的声音不大，却像一记记重锤，敲在客厅死一般的寂静里。顾言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婆婆却跳了起来：你这女人怎么这么会算计？一家人还算得这么清楚？你是不是觉得我们顾家占了你多大便宜？当初要不是看你有个车，顾言能娶你。这句话像一把淬了毒的匕首，精准地插进我最痛的地方。原来在他们眼里，我连同我的车都只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我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妈，你说的对，我就是太会算计了，所以我决定以后不算了。我说完，转身回了卧室，反锁了房门。门外是婆婆的咒骂和顾言无力的敲门声，我充耳不闻。那一夜，我彻夜未眠，直到凌晨3点，女儿乐乐的房间里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哭声。我冲进去，发现乐乐浑身滚烫，小脸烧得通红，甚至开始出现轻微的抽搐。我吓得魂飞魄散，立马抱起她，冲出房门。顾言，快！乐乐发高烧，抽搐了。顾言从沙发上惊醒，也是手忙脚乱。快，拿车钥匙，去医院！我对着他大喊。我冲到玄关的挂钩处，上面空空如也，车钥匙不见了。我的心猛地一抽，钥匙呢？顾言脸色一白，昨晚小哲回来拿走了，他说今天一早要用车。轰的一声，我脑子里最后一根弦彻底断了。我抱着滚烫的女儿，看着眼前这个男人，一股从未有过的冰冷和愤怒席卷了全身。顾哲，顾哲，你给他打电话，让他把车开回来。我几乎是在尖叫。顾言哆哆嗦嗦地拿出手机，拨通了顾哲的电话，无人接听。1遍、2遍、3遍，永远是冰冷的忙音。他可能睡着了。顾言的声音里带着哭腔。我绝望地看着他，这个男人在女儿生死攸关的时刻，脑子里想的居然还是他弟弟，可能睡着了。
滚开！我推开他，抱着乐乐冲下楼。深夜的街道，空旷的令人心慌。我站在寒风中，抱着怀里越来越虚弱的女儿，一辆出租车都打不到。那种无助和恐惧，像无数只冰冷的手，死死扼住了我的喉咙。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婆婆。我以为她是来关心孙女的，带着最后一丝希望，接起电话。傅清溪，小哲说车子快没油了，让你记得，明天一早给他加满，别耽误他上班。那一瞬间，世界在我耳边彻底安静了，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只剩下婆婆那句轻描淡写，却恶毒到极致的话，在我的脑海里无限循环。我的女儿在生死线上挣扎，他们关心的却是那辆车有没有油。我没有挂断电话，我只是把手机从耳边拿开，任由婆婆的声音在寒冷的夜风中消散。我的心凉了，不是死了。最终是一位晚归的邻居开车路过，看到我抱着孩子在路边哭，才把我们送到了医院。急诊室里，医生说是高烧惊厥，再晚来一会儿后果不堪设想。我守在乐乐的病床前，看着他因为打针而哭得通红的小脸，一夜未合眼。顾言后来也赶到了，他站在一边手足无措，嘴里不停地道歉，我一个字都听不进去。我只是看着女儿，心里做了一个决定，一个将彻底改变我们所有人生活的决定。第二天中午，顾哲和婆婆才慢悠悠地出现在病房。顾哲身上还穿着昨天的衣服，打着哈欠，一脸没睡醒的样子。哎呀，多大点事儿，小孩子发烧不是很正常吗？搞得这么兴师动众。婆婆一进来就开口了，语气里满是责备。顾哲甚至没看一眼病床上的乐乐，径直走到我面前，嫂子，车加满油没？我下午约了人谈事，急着用车。我缓缓地抬起头，看着他那张写满自私和冷漠的脸。我没有说话，我只是看着他，我的目光很平静，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但他却被我看得有些发毛，不自在地挪了挪脚。你看我干嘛？问你话呢。顾言拉了拉我的衣袖，低声说，清溪，别这样。我拨开他的手，站起身，走到顾哲面前。我们离得很近，我能闻到他身上廉价的香水味和宿醉的酸腐气。顾言，我第一次用如此冰冷的语气叫我丈夫的名字。你眼里只有你弟弟，我们这个家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然后我转向顾哲，车你以后都不用想了。顾言和顾哲都被我从未有过的坚定眼神震慑住了。病房里一片死寂，只有输液管里液体滴落的声音，清晰且决绝。出院后的第一件事，我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二手车市场。我给几家规模最大的车商都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我的车型、年份和里程。我的要求只有一个，当天看车，当天交易，当天过户，价格可以比市场价低一些。我不在乎，我只想让这辆承载了我3年屈辱和绝望的车，以最快的速度从我的世界里消失。顾言跟在我身后，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清晰，你别冲动，我们有话好好说。卖车不是小事，这是我的车。我打断他，语气平静的像在陈述一个与我无关的事实。我有权决定他的去留。我知道是你的车，可是小哲那边怎么办？他上班，那是你的弟弟，不是我的。他的问题应该由你这个当哥哥的来解决，而不是我这个嫂子。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顾言，3年来我为他解决的够多了。他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他知道我说的是事实，他更知道这一次我不是在开玩笑。一家收车商的评估师很快就到了，他绕着车走了一圈，检查了漆面，发动了引擎，然后给出了一个价格，比我预期的还要低1万。傅小姐，您这车保养的不错，但是您要得这么急，我们也要承担风险。评估师搓着手，一脸精明。可以，我没有丝毫犹豫，现在就办手续。评估师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我这么爽快。顾言在一旁急得直跺脚，清晰，你再考虑考虑，这个价太亏了。亏？我回头看了他一眼，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顾言，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亏吗？用我的时间、我的精力、我的钱去养一个好吃懒做的寄生虫，甚至差点赔上我女儿的性命，那才叫亏。现在我只是花1万块钱买回我的清静和尊严，我觉得很值。我的话
像一盆冰水，兜头浇在了顾妍的头上。他彻底僵住了，脸色煞白。接下来的手续异常顺利，签合同、拿钱、交出钥匙。当那辆熟悉的白色轿车被评估师开走，消失在车流中的那一刻，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感觉压在心口3年的那块巨石终于被搬开了。天很蓝，阳光很好，我甚至觉得连空气都清新了许多。我用手机银行查看着刚刚到账的卖车款，然后当着顾妍的面打开购物软件，订购了一辆顶配的女士电动车，粉色的，带着一个可爱的儿童座椅，乐月会喜欢的。我对顾妍说，像是在通知他，又像是在告诉自己，傅清溪，你这是要干什么？顾妍的声音里充满了不解和一丝恐惧。低碳出行，响应国家号召。我收起手机，表情轻松，你不支持也没关系，但不要干涉我的决定。他看着我，眼神复杂，有震惊，有无奈，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恐慌。他可能终于意识到，那个一直以来逆来顺受，任他和他家人随意拿捏的傅清溪已经死了，死在了那个抱着高烧女儿，在寒风中打不到车的绝望夜晚。现在站在这里的是一个全新的，他完全不认识的傅清溪。接下来的1周风平浪静，顾妍没有再提车的事，婆婆也没有打电话来骚扰，顾哲更是毫无踪影。我猜他们都在等着我冷静下来，等着我后悔，等着我像过去无数次一样最终选择妥协。可惜他们等不到了。1周后的下午，门铃响了，我通过猫眼看到了顾哲那张不耐烦的脸。他来了。我打开门，他看都没看我一眼，径直走进屋，熟门熟路的走向玄关的挂钩，那里曾经挂着他觊觎了3年的车钥匙，现在空空如也。他伸出的手在空中僵住，脸上的表情有一瞬间的凝固。嫂子，车钥匙呢？他转过头，眉头紧锁，眼神中带着一丝与生俱来的傲慢和质问。我正坐在沙发上看书，闻言缓缓放下手中的书本。我抬起头，目光平静地看向他，嘴角甚至带上了一丝我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弧度。哦，你说那辆车啊？我顿了顿，清晰地吐出5个字，车已经卖了。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顾哲呆住了，他脸上的表情从不耐烦到疑惑，再到全然的不敢置信。他眨了眨眼，似乎在确认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你说什么？他重复道，声音都变了调。你再说一遍。我说，车我卖了。我慢悠悠地站起身，走到阳台，指了指楼下停着的那辆崭新的粉色电动车。养车成本太高了，而且现在都倡导环保，我已经改低碳出行了。我转过头，对他露出一个灿烂的微笑。你看，我的新座驾今天刚到，是不是很方便？顾哲的目光顺着我的手指看下去，当他看到那辆小巧的，甚至有些可笑的粉色电动车时，他的脸色瞬间从铁青变成了煞白。他彻底僵在了原地，嘴巴半张着，眼睛瞪得像铜铃，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又看看楼下的电动车，那副样子仿佛他整个世界观都在这一刻轰然崩塌。这场被他视为理所当然的寄生大戏，被我用最平静也最极端的方式亲手拉下了帷幕。而真正的家庭风暴才刚刚拉开序幕。短暂的死寂之后，是火山般的爆发。傅清溪，你他妈是不是疯了？顾哲的咆哮声几乎要掀翻屋顶，他通红着眼睛，像一头被激怒的野兽，朝我冲了过来。你凭什么卖我的车？他的。我被他这句厚颜无耻的话给气笑了。你的车？我站在原地没动，只是冷冷地看着他。顾哲，你摸着自己的良心问问，那辆车从买来到卖掉，你出过1分钱吗？你加过1箱油吗？你洗过1次车吗？那是我哥的车，我哥的就是我的。他还在强词夺理，唾沫星子都喷到了我的脸上。那你让你哥给你买去。我侧身躲开，语气冰冷。那辆车的产权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傅清溪，它是我的个人财产，我想卖就卖，轮不到你在这里指手画脚。你这个毒妇，你自私自利，你就是想断我后路。他见说不过我，开始破口大骂，我自己的路都快被你堵死了，凭什么还要给你铺路？我毫不示弱地回怼，顾哲，你已经28岁了，不是3岁小孩，该学会自己走路了。他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我的鼻子，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最后，她猛地掏出手机，拨通了婆婆的电话。妈，你快来啊！傅清溪这个疯婆子，把车给卖了，她要逼死我啊！她对着电话哭天抢地，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被恶毒嫂子迫害的、走投无路的可怜虫。我冷眼看着她拙劣的表演，心里没有一丝波澜。果然，不出5分钟，婆婆的电话就打了过来。我刚接通，那边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傅清溪，你是不是疯了？你好端端的卖什么车？小哲上班怎么办？你眼里还有没有我们这个家？你是不是诚心要跟我们顾家作对？婆婆的声音尖锐而刻薄，充满了不容置喙的指责。我将手机拿远了一些，等她吼完了，才不卑不亢地开口：妈，第一，车是我的，不是我们家的。第二，顾哲已经28岁了，他应该自己解决出行问题，而不是靠我这个嫂子养着。我已经免费帮衬了他3年，仁至义尽了。什么叫帮衬？都是一家人，你计较什么？婆婆又开始她那套道德绑架的说辞。顾言是你丈夫，小哲是他亲弟弟，你不帮着他，让外人怎么看我们家？说我们家出了个狠心的嫂子吗？你的心怎么就这么硬？妈，如果所谓的一家人就是让我无条件牺牲自己的利益去满足一个成年人的无理索取，那这个家人我不当也罢。我说完直接挂断了电话。顾哲见我连婆婆的面子都不给，彻底傻眼了。他可能从未想过，那个在他和他母亲面前一直唯唯诺诺、逆来顺受的傅清溪会变得如此强硬。晚上，顾言下班回家，一进门就看到坐在沙发上怒气冲冲的顾哲，和我一脸平静的在陪女儿玩积木。家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哥，你可算回来了，你看看你娶的好媳妇。顾哲立刻像找到了主心骨，添油加醋的把事情说了一遍。顾言的脸色很难看，他看看我，又看看他弟弟，脸上写满了为难和疲惫。他走到我身边，压低了声音：清溪，我知道你还在生气，但是卖车也太冲动了。你看，要不这样，我们再买一辆便宜点的2手车也行，先给小哲用着。我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他，我的心在一瞬间凉透了。我以为经历了乐乐生病那件事，他至少会有一点点改变。我以为他会站在我这边，哪怕只是说一句：小哲，你嫂子做得对。可我错了，在他的世界里，他弟弟的需求永远是第一位的。我的委屈，我的愤怒，我的尊严，在他所谓的亲情面前一文不值。顾言，我看着他的眼睛，眼神冰冷的没有一丝温度。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些年的忍耐都是理所当然的？他被我看得有些心虚，眼神躲闪。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觉得都是一家人，没必要闹得这么僵。闹僵？我笑了。在你眼里，我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就叫闹僵？那好，我今天就把话说明白。我站起身，直视着他。第一，我不会再买任何车，不管是新的还是2手的。第二，从今天起，顾哲的任何事情都与我无关。你要帮他，可以用你自己的钱，用你自己的时间，别想再从我这里拿走1分1毫。第三，我顿了顿，声音不大，却掷地有声。如果你做不到，如果你依然觉得维护你弟弟比维护我们这个小家更重要，那么顾言，我们或许可以重新考虑一下我们这段婚姻的意义。离婚2个字，我没有说出口，但我知道他听懂了。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震惊地看着我，仿佛第一次认识我。顾哲也愣住了，他可能没想到我会把事情闹到这个地步，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婆婆和小叔子很快就发起了第2轮攻势，他们在各种亲戚群里散布谣言，说我嫌贫爱富，嫁进顾家后就看不起他们农村来的亲戚，说我卖掉车就是不想让他们家的人沾光。一时间，我成了整个家族里那个不孝、不贤、没有容人之量的恶媳妇。手机里不断有各种远房亲戚发来劝诫的信息，字里行间都充满了高高在上的指责。我看着那些颠倒黑白的话，只觉得无比可笑。我没有回复任何一条，只是默默地截下了所有的图。顾言被我那句重新考虑婚姻的意义吓到了。那天晚上，他第一次没有去客厅睡沙发，而是站在卧室门口，
敲了很久的门。清晰，我们谈谈。他的声音听起来疲惫又无助。我打开门，让他进来。乐乐已经睡着了，小脸上还带着甜甜的笑意。我不想在女儿面前和他有任何争吵。我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隔着一个抱枕的距离。他沉默了很久，才艰难地开口：清晰，我知道你受了委屈，我替小哲和妈向你道歉。我看着他，没有说话。道歉，如果道歉有用，我这3年的委屈又算什么？但是离婚，你别说这种气话好不好？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了，还有乐乐。他试图打感情牌。顾言，这不是气话。我打断他，我只是累了，我不想再过那种被人予取予求还得不到一句好话的日子了。他痛苦地抓了抓头发。那你想怎么样？你说，只要不离婚，我都答应你。我想怎么样？我看着他，突然觉得有些可悲。我想要的从来都很简单，我只想过我们一家3口自己的日子，不被任何人打扰。我只想我的丈夫能在他的家人面前挺直腰杆，保护我和女儿。我只想我的个人财产和个人空间能得到最基本的尊重。这些很难吗？他沉默了，因为他知道这些看似简单的要求，他过去从来没有做到过。清晰，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他伸手想要握住我的手，我避开了。机会不是用嘴说的，是用行动证明的。我从茶几下拿出一张纸和一支笔，既然要谈，那我们就白纸黑字写清楚。我提出了我的婚姻新规矩。第一，明确家庭财产边界，我的婚前财产以及我工作收入中属于我个人的部分，我有完全的支配权，任何人不得干涉。你的工资是我们的家庭共有财产，但任何超过1000元的支出，用于你原生家庭的，必须经过我同意。第二，关于你弟弟顾哲的一切事务，由你全权负责，包括但不限于他的工作、生活、出行。你不可以再以任何理由要求我为他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也不能再把他的问题转嫁到我身上。第三，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你必须公开澄清亲戚群里的谣言，恢复我的名誉。如果你做不到，或者你认为这些要求太过分，那么我们明天就去民政局。顾言看着纸上那一条条清晰的款项，脸色变了又变。他从未想过，一向温婉的我会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这已经不是在商量，而是在下最后通牒。清晰，你这是在逼我。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挣扎。我是在自救。我冷冷的回应，也是在给你，给我们这个家最后一次机会。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是婆婆。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我能清楚地听到电话那头婆婆添油加醋的声音。顾言，你媳妇是不是不想过了？她都敢威胁要离婚了，你就由着她这么胡闹吗？你还是不是我儿子？为了个女人，连妈和弟弟都不要了。顾言夹在中间，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他痛苦地闭上眼睛，一手拿着电话，一手扶着额头。我静静地看着他，看着这个我爱了多年的男人，如何在亲情和爱情之间被撕扯得面目全非。我没有催促他，也没有再多说一个字，这是他必须自己做出的选择，是继续当一个被原生家庭捆绑的孝子，还是成为一个能为妻女遮风挡雨的丈夫。他挂断电话后，颓然地坐在沙发上，一夜未眠。我也一样。第二天一早，我收拾了几件乐乐和我的衣服，装进一个行李箱。你要去哪？他红着眼问我。我带乐乐去我妈家住几天，我需要冷静，你也需要。我拉着行李箱，牵着乐乐的手，走到了门口。顾言，纸上的条件，我等你答复。我没有回头，带着女儿离开了这个让我感到窒息的家。我搬去另一间房睡，不是直接搬走。这个行动清晰地向他传递了一个信号，我不是在赌气，我是真的准备好随时离开。他必须感受到这前所未有的危机。我带着乐乐在我妈家住了下来。我妈看着我拉着行李箱进来，什么都没问，只是默默地帮我收拾好房间，然后给我做了一桌子我爱吃的菜，想住多久就住多久，这里永远是你的家。那一刻我差点哭出来。这几天我关掉了所有的亲戚群消息提醒，也不去理会那些指责和劝诫。我每天陪着乐乐画画、看书、去公园，
看着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我越发觉得我卖掉那辆车的决定无比正确。顾言每天都会给我发信息、打视频，内容无非是道歉、忏悔，说他想我和乐乐了。对于我提出的那3条规矩，他却始终避而不谈。我知道他还在挣扎，还在幻想能够两全其美，而我已经没有耐心再等他了。另一边，失去了免费交通工具的顾哲，生活开始变得一团糟。他先是尝试每天打车上班，那个小破公司离家30多公里，一天来回的路费就要近200块，以他那点微薄的薪水，根本支撑不起。没过几天，他就心疼的嗷嗷叫，放弃了。然后婆婆不知道从哪里给他搞来一辆破旧的电动车。这位养尊处优惯了的大少爷，哪里受得了风吹日晒？第一天骑车上班，就因为技术不佳，跟人发生了刮蹭，赔了500块。第二天，又因为没看红绿灯，被交警拦下罚款。他气急败坏的把那辆破电动车踹倒在地，在路边大发雷霆。这些消息都是我从一个关系还不错的表姐那里听来的。表姐在微信里跟我说，清晰，你那小叔子现在可成咱们亲戚圈里的笑话了，大家都说没了你这个免费司机，他连路都不会走了。我看着信息，内心毫无波动，甚至感到一丝可笑。一个四肢健全的成年人，将自己的无能和懒惰全部归咎于别人的不帮忙，这是何等的荒唐！顾哲的窘境自然也传到了婆婆的耳朵里。她开始在家族群里变本加厉的哭诉，说我这个嫂子心狠手辣，把她儿子逼上了绝路。她还转发了个种家和万事兴，女人要贤惠的毒鸡汤，字字句句都在内涵我。一些不明真相的远房亲戚又开始在下面附和，对我口诛笔伐。我冷眼旁观着这一切，我知道他们这是在给我施压，想通过舆论逼我就范。可惜他们打错了算盘。我私下里联系了几个在家族里比较有话语权，也相对明事理的长辈，我没有哭诉，也没有指责，我只是把乐乐生病那天晚上我打不通顾哲电话的通话记录，以及婆婆那通让我去给车加油的电话录音发给了他们。我什么都没解释，我相信事实胜于雄辩。果然，那几个长辈听完录音后都沉默了。其中一个是我大伯，他给我回了条信息，清晰，委屈你了，这是顾哲和他妈做的太过分了。有了他们的支持，我心里有了底，是时候进行一场彻底的反击了。就在这时，顾哲的无赖行径又升级了。他因为通勤不便，上班屡屡迟到，被公司给辞退了。失业后的他更加游手好闲，每天在家打游戏，没钱了就跟顾言伸手要。顾言大概是想起我的最后通牒，第一次找借口拒绝了他，结果顾哲直接冲到了我妈家楼下，他进不来小区，就在大门口堵我。那天我正好带着乐乐从外面回来，被他拦个正着。他双眼通红，面目狰狞，像个讨债的恶鬼。傅清溪，你满意了？你把车卖了，害得我工作都丢了，你是不是就想逼死我？他冲着我大吼，引得路人纷纷侧目。乐乐被他吓得紧紧抱住我的腿，小身子不停地发抖。我心疼的将女儿护在身后，看着眼前这个彻底失控的男人，眼神里只剩下厌恶。我没有理会他的咆哮，只是拿出手机，平静地按下了110。喂，110吗？这里是某某小区门口，有人寻衅滋事，严重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和人身安全。我的声音不大，但足够清晰的传到顾哲的耳朵里。他脸上的嚣张气焰瞬间被惊愕取代。你敢报警？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为什么不敢？我举着手机，冷冷地看着他。你现在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骚扰，如果你再不离开，我就告你威胁恐吓。顾哲彻底懵了，他可能做梦也想不到，我这个在他眼里一向软弱可欺的嫂子会做得这么绝。他看看我手里的电话，又看看周围越聚越多的围观人群，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最终他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你给我等着，然后灰溜溜地跑了。看着他狼狈的背影，我心里没有一丝快感，只有无尽的疲惫。跟这种人纠缠只会拉低自己的层次，这件事必须快刀斩乱麻，一次性解决。周末是婆婆的60大寿，按照惯例全家人都要去老家的酒店里摆宴席庆祝。往年我都是那个
负责接送各路亲戚的免费司机。今年我本来不打算去，但顾言给我打了无数个电话，几乎是在哀求。清溪，就当是给我一个面子，最后一次，寿宴结束，我当着所有亲戚的面，给你一个交代。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恳求和承诺。我犹豫了，或许这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最好时机。好，我答应了。寿宴那天，我打车带着乐乐前往酒店，一进包厢，所有的目光都齐刷刷地投向我，有好奇，有审视，有轻蔑，也有同情。婆婆坐在主位上，看到我，重重地冷哼了一声，把头转向一边。顾哲坐在她旁边，用一种怨毒的眼神死死地瞪着我，仿佛我是他的杀父仇人。我视若无睹，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安静地给乐乐夹菜。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婆婆端起酒杯站了起来。今天谢谢各位亲戚朋友来给我这个老婆子过生日，我心里高兴，但也有件事堵得我慌，不吐不快。她说着，眼圈就红了，目光意有所指地瞟向我。我这辈子生了2个儿子，大的老实，小的聪明。我自问对这个家，对儿媳没有半点亏待，可有的人啊，就是捂不热的石头心，嫁到我们家，非但不思回报，还处处算计，容不下自己的小叔子，把家里搅得天翻地覆，连我这个老婆子的寿宴都想让我过不安生。她声泪俱下，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被媳妇欺负的可怜婆婆。顾哲立刻在旁边帮腔：妈，你别说了，有的人就是白眼狼，胃不熟，我哥就是瞎了眼，娶了这么一个蛇蝎心肠的女人。母子俩一唱一和，瞬间将我推到了所有人的对立面。包厢里响起一阵窃窃私语，这媳妇确实做得过分了点。就是啊，一家人何必呢？小叔子失业，他也有责任吧？那些不明就里的亲戚开始对我指指点点，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被公开处刑的犯人，被无数道目光凌迟。我看到顾言的脸涨得通红，他几次想站起来，又被他旁边的二叔按了下去。我深吸一口气，知道轮到我了。我没有哭，也没有吵，我只是平静地拿出手机，点开了那个我早就准备好的文件，然后我站起身，走到了包厢中间的投影仪前，将手机连接了上去。瞬间，巨大的白色幕布上出现了一张张清晰的截图。第一张是这3年来我用记账软件记录的所有关于那辆车的开销，油费、保养费、保险费、维修费、罚单，每一笔都清清楚楚。最下面是一个红色的触目惊心的总计金额87600元。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我的声音通过话筒清晰地传遍了整个包厢。这是过去3年我为顾哲先生无偿提供的交通服务所花费的成本，平均每年29200元。这些钱如果用在我们自己的小家庭，可以给乐乐报2个不错的兴趣班，可以带我们全家出国旅游1次。但我没有，因为我婆婆说都是一家人，不要计较。包厢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那个巨大的数字震惊了。我没有停，按了下一页，幕布上出现了乐乐生病那天晚上我手机的通话记录，一排排红色的未接通，下面标注着顾哲的名字。紧接着是一段音频：付清晰，小哲说车子快没油了，让你记得明天一早给他加满，别耽误他上班。婆婆那熟悉又冰冷的声音在寂静的包厢里回响，显得格外刺耳。婆婆的脸瞬间变得惨白，她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各位长辈，你们评评理。我转过身，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当我的女儿高烧惊厥，在生死线上挣扎，我这个当嫂子的却因为车被她开走而打不到车，急得在路边哭的时候，我的婆婆和我的小叔子他们在关心什么？他们关心的是那辆车有没有油。现在我卖掉了这辆差点害死我女儿的车，卖掉了这件属于我个人名下的财产，他们就说我心狠，说我恶毒，说我毁了顾哲的前程。请问究竟是谁心狠？是谁在得寸进尺，不知感恩？我的声音一句比一句响，一句比一句冷，整个包厢里掉根针都能听见。那些刚才还在指责我的亲戚，此刻都低下了头，不敢看我。就在这时，顾言猛地站了起来，他甩开二叔的手，走到我身边，
从我手里拿过话筒。他看着台下目瞪口呆的亲戚们，看着脸色煞白的母亲和弟弟，深吸了一口气。清晰说的都是事实，短短一句话，却像一颗炸弹，在人群中引爆。作为丈夫，作为哥哥，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对不起清晰，也对不起乐乐。从今天起，我弟弟顾哲的任何事情都由我一个人承担，和傅清溪再无任何关系。谁要是再因为这件事在背后说我妻子半句不是，就是跟我顾言过不去。说完，他拉起我的手，在所有人的注视下走出了包厢，身后是婆婆气急败坏的尖叫和顾哲歇斯底里的怒骂。我们都没有回头，走出酒店，外面阳光正好，顾言紧紧握着我的手，掌心全是汗。清晰，对不起。我看着他，这个终于挺直了腰杆的男人。我知道这场旷日持久的家庭战争我赢了。寿宴闹剧之后，顾哲和婆婆彻底成了家族里的笑柄，那些曾经附和他们的亲戚，如今都对他们避之不及。手撕现场的视频和截图不知道被谁传了出去，在各个小群里疯转。顾哲算是经历了一场彻底的社会性死亡，再也没有人会听信他的哭诉，也没有人会借钱给他。他曾经赖以为生的同情牌彻底失效了。婆婆也因此大病了一场，听说她在家里天天以泪洗面，一边骂我是丧门星，一边怨恨顾言娶了媳妇忘了娘。但她的眼泪再也换不来任何人的同情，甚至有长辈私下里劝她，说她对小儿子的溺爱已经到了病态的地步，是亲手把顾哲推向了深渊。这场风波也让顾言和他的原生家庭之间画下了一道清晰的界限。他没有再回过老家，婆婆打来的电话，他要么不接，要么三言两语就挂断。他开始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我们这个小家上。他主动包揽了所有的家务，学着给我和乐乐做饭，虽然味道不怎么样，但我能看到他的用心。他开始陪乐乐读绘本、玩游戏，周末会主动提议带我们去公园、去游乐场。父女俩的关系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亲密起来。我看着他的转变，心里五味杂陈，有欣慰，但更多的是警惕。我害怕这只是他为了挽回我而做出的暂时性妥协。我没有收回我的婚姻新规矩，那张纸还静静地躺在我的床头柜里，像一把悬在他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天晚上，婆婆又打来电话，顾言开了免提。电话里，婆婆不再是之前的歇斯底里，而是开始诉苦。她说自己身体不好，说顾哲在家天天发脾气，说这个家快散了。最后，她小心翼翼地提出，能不能看在一家人的份上，让我托关系给顾哲找个清闲点的工作，或者先借点钱给他周转。我看着顾言，想看他如何反应。妈，顾言的声音很平静，顾哲的路该他自己走，工作要他自己找，钱我也不会再给他了。你如果真的为他好，就该让他学会独立，而不是一辈子当个寄生虫。至于我们，清溪和乐乐才是我的责任，我不会再让他们受半点委屈。说完，他挂断了电话。我看着他，眼眶有些发热。他转过头，认真地看着我。清溪，我知道你还在担心，但是请你相信我，我这次是真的想明白了。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放到我面前，是一份财产赠与协议。他把他名下的一半婚后财产，包括存款和股票，都无条件赠与给我，这算是我对你和乐乐的补偿。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知道钱弥补不了你受的伤，但这代表我的态度。我看着那份协议和他真诚的眼神，心里那块冰封已久的坚冰终于开始有了融化的迹象。我没有立刻签字，我只是对他说，顾言，我需要时间，我需要时间来观察他的改变是否持久，我需要时间来治愈自己内心的伤痕，我更需要时间来重新学习如何去信任他。他点了点头，好，我等。而顾哲在彻底断了经济来源后，终于被现实逼到了墙角。婆婆也狠下了心，不再给他一分钱，把他赶出了家门，让他自食其力。听说她开始去送外卖了。丈夫的彻底觉醒，像一缕温暖的阳光，照进了我冰冷灰暗的世界。顾言不再是那个只会和稀泥的老好人，他开始真正的承担起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他会记得我随口提过想吃的蛋糕，下班路上绕远路去买回来。他会在我加班晚归时准备好热气腾腾的饭菜。他会在乐乐睡前
给他讲那些他自己都觉得幼稚的童话故事。我们家的氛围一天天变得温馨起来。我看着他笨拙的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看着他陪女儿玩耍时脸上露出的笑容，那颗被伤害过的心在一点点被修复。他开始主动和我讨论家庭的未来，女儿的教育基金，我们俩的养老规划，甚至下一次家庭旅行的目的地。在这些讨论中，我看到了一个男人的责任感和担当。他不再把我当成一个可以随意牺牲的附属品，而是当成一个平等的需要尊重的伴侣。一天，他郑重地将家里所有的银行卡、理财账户密码都交给了我。清晰，以后家里的钱都由你来管，我相信你。我看着他，忽然想起了婆婆那句恶毒的话，当初要不是看你有个车，顾言能娶你。现在我没有了车，却拥有了整个家。我终于在那份财产赠与协议上签下了我的名字。这不仅仅是对财产的接受，更是我对我们这段婚姻重新投下的信任票。顾言的变化，婆婆自然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又打来几次电话，试图用孝道来绑架顾言。顾言，你是不是真的不要你妈了？我白养你这么大了。妈，孝顺不是愚孝。顾言的回答一次比一次坚定。孝顺的前提是您要尊重我的小家庭，尊重我的妻子。如果您做不到，那我们只能保持距离。婆婆在电话那头气得说不出话来。我知道顾言的这场家庭革命比我卖掉一辆车要艰难得多。他要对抗的是几十年根深蒂固的观念，是血浓于水的亲情绑架，但他坚持下来了。为了我，也为了他自己，为了我们这个好不容易才走上正轨的小家。我开始重新审视我们的关系。或许过去的种种对他来说也是一场迟来的成长。他学会了划清边界，学会了拒绝，学会了捍卫，而我也在这场风波中找到了自己的力量。我不再是那个只会隐忍退让的傅清溪，我学会了反击，学会了捍卫自己的权益，学会了对所有不合理的要求说不。我们都在这场风暴中被摧毁，然后重塑。顾哲的社会性死亡比我想象的还要彻底，没有了家人的庇护和接济，他就像一株被拔出温室的娇弱花朵，在现实的风雨中迅速枯萎。送外卖是个辛苦活，风里来雨里去，他娇生惯养了20多年，哪里受得了这个苦？干了不到1个月，就因为多次超时和被顾客投诉，被平台清退了。后来他又去干过快递分拣，当过保安，但每一份工作都做不长久，懒惰和眼高手低已经刻在了他的骨子里。他开始频繁地出入网吧，靠着打游戏卖装备换取微薄的收入，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有一次，我带着乐乐去商场，偶然在楼下的快餐店里看到了他。他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冲锋衣，头发油腻的结成了柳，正狼吞虎咽的吃着一份最便宜的套餐。看到我，他眼神一致，立刻低下头，用手挡住了自己的脸，仿佛怕我认出他来。曾几何时的嚣张和不可一世荡然无存，只剩下满身的落魄和狼狈。我没有上前，也没有任何表示，只是牵着乐乐的手，平静地从他身边走过。那一刻，我心里没有报复的快感，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只有一个念头：终于彻底解脱了。这个曾经像噩梦一样缠绕了我3年的男人，终于变成了我生命中一个无足轻重的过客。他的人生无论好与坏都与我再无关系。我们的生活彻底回归了平静和幸福。我骑着那辆粉色的电动车，每天接送乐乐上下学。天气好的时候，顾言会和我们一起，他骑一辆共享单车跟在旁边，一家3口穿行在城市的林荫道上，迎着风，沐浴着阳光。乐乐坐在我的后座上，唱着不成调的歌，顾言在旁边看着我们笑，那种轻松和惬意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我的事业也迎来了新的突破，因为不再需要为家里的琐事分心，我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工作中。出色的业绩让我顺利地晋升为部门总监，薪水也翻了一番。我变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独立，也越来越能感受到掌控自己人生的快乐。又一个周末，我开着新买的车，一辆小巧精致的新能源车，是我用自己的奖金买的，带着顾言和乐乐去郊野公园。我们在草地上铺开野餐垫，乐乐在前面追着蝴蝶跑，
顾言从身后抱住我，下巴抵在我的肩膀上。清溪，谢谢你。他轻声说。谢我什么？谢谢你没有放弃我，没有放弃这个家。我笑了笑，回头看着他。我只是没有放弃我自己。是的，我只是选择了忠于自己的内心，捍卫自己的尊严，而最终我收获了所有：一个懂得尊重和爱护我的丈夫，一个幸福安宁的家庭，一个更加强大和自由的自己。回程的路上，我们在一个红绿灯路口停下，我无意间一转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顾哲。他骑着一辆破旧的电动车，车后座上绑着一个外卖箱，正在焦急地等待着红灯。他看起来比上次更加憔悴，皮肤黝黑，眼神里充满了对生活的疲惫和麻木。我们的目光在空中交汇了一瞬，他迅速地别开脸，眼神躲闪，不敢再看我。我则坦然地坐在宽敞明亮的车里，看着他和他的破电动车被淹没在拥挤的车流中，不发一言，却胜过千言万语。绿灯亮起，我一脚油门，将那个曾经的噩梦永远地甩在了身后。生活像一条平静流淌的河，偶尔泛起的涟漪也再也无法在我心里掀起波澜。我开始写日记，记录下这场风波带给我的思考。我写道：人性的善良必须带有锋芒，无底线的忍让和退步只会助长他人的贪婪和无耻。它换不来感恩，只会换来变本加厉的索取。真正的家庭和谐不是靠某一个人的牺牲和委曲求全，而是建立在相互尊重、明确边界的基础之上。我和顾言共同为我们的家制定了新的规则，尊重彼此的个人空间和财产是第一条。任何亲戚的来访和求助都需要我们夫妻二人共同商议决定，是第二条。我们不再害怕因为拒绝而产生的矛盾，因为我们都明白，一个健康的家庭必须要有抵御外界侵蚀的免疫力。婆婆偶尔还是会发来消息，内容不再是指责和谩骂，而是变成了对顾哲的抱怨。你弟弟又换工作了，没一个能干长久的，他又找我要钱了，我真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我看着那些信息，不再回复。他的人生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苦果，也该由他们母子二人自己品尝。我教育乐乐要善良，要有礼貌，但更要懂得保护自己。当别人触犯到你的底线时，要勇敢地说不，你的善良很贵，不能随便给不值得的人。一天，我在朋友圈发了一张自己骑着粉色电动车在朝阳下微笑的照片，配文是：风清日朗，自在随心。真正的自由是学会对不属于自己的负担说不。下面有很多朋友点赞评论，其中一个问我：清溪，卖掉那辆车，你后悔过吗？我笑着回复他：从没有，那是我买过的最值得的一辆车。是的，值得。他用他的消失为我换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让我呼吸自由，让我找回尊严，让我重获幸福的世界。顾言后来也对我说，这场风波虽然痛苦，但也像一场手术，切掉了他思想里的毒瘤，让他彻底清醒，真正学会了如何去经营自己的小家庭，如何去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我看着窗外，阳光穿过树叶，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乐乐在客厅里弹着钢琴，不成调的乐曲却充满了生命的喜悦。顾言在厨房里哼着歌，准备着我们一家三口的晚餐。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平静、温暖，充满了爱与尊重。我不再是那个在家庭中被压榨、被忽视的工具人，我是这个家的女主人，是我人生的掌舵者。我用一场看似极端的决定，不仅挽救了我的尊严，也间接拯救了我的丈夫，甚至给了那个无可救药的小叔子一个被迫成长的机会。生活依然会有磕磕绊绊，但如今的我已经拥有了足够的智慧和勇气去面对，因为我知道我的身后站着一个真正爱我、支持我的家人，而我的内心也生长出了坚不可摧的力量。未来一片光明。